人们常说下18层地狱，但其实下地狱也是有规则的，而且18层层层不同，对应的是18种罪，面对的惩罚也完全不同。那规则到底是什么呢？唐朝就有一幅描绘地狱的名画，绘于寺庙墙壁之上。据说当时屠夫和渔民看后，吓得都转行，不敢再杀生了。相传这位画出地狱的画家是真的下过地狱，难道地狱真的存在吗？名画上又画了什么呢？新来的小伙伴不妨点个关注，了解更多人间奇闻。地狱究竟是何样貌？在我国民俗文化中一直是一种非常神秘而又恐怖的存在，尤其是在封建时期，根据这种文化发展出来的志怪小说、画作多不胜数。比如《聊斋志异》中就曾对地狱有过生动而形象的描述。此外，还有像《十王图》《地狱变相图》这样的名画。可是，画作为一种更为直观的艺术，在没有人见过地狱的前提下，是如何去表现地狱的呢？带着这个疑问，我们还是要从发生在唐朝时期一位名人身上的故事开始说起，而故事的开端则是源自一次求画。在唐朝的辉煌时期，儒释道三教如春日之花，竞相绽放，佛教在这片繁荣的土地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无数的寺庙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宛如一片繁华的佛教之海。然而在这繁荣的背后寺庙之间的竞争也是日趋激烈，他们为了吸引更多的香客，无不施展浑身解数，甚至有些寺庙用上了非常手段。赵景公寺的广孝禅师向来是名利如浮云，然而在这寺庙间的战争中他也不得不为寺庙的生计和日益减少的香客而忧心忡忡。弟子玄宗观察到师父广孝眉头紧皱，便走上前去提议，如今许多寺庙都请了吴道子大师在他们的墙上画作，师父与吴大师是旧友，何不请他来我们寺里一展才华？广孝闻言却默默不语。玄宗担心地问，师父是在担心吴大师不愿屈尊前来吗？请放心，吴大师的壁画价值3000两官银，我们寺的经济状况还足以应付，而且师父与他的交情深厚，我相信一定能请得动他。广孝却摇了摇头，深思道，虽然如此，但若每家寺庙都有吴大师的壁画，那我们寺又凭什么脱颖而出呢？玄宗听了也陷入了沉思，过了一会儿，他小声嘀咕，那只能请吴大师画一幅与众不同的画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玄宗的话好似提醒了广孝什么一样。只见广孝的脸上渐渐露出了笑意，并向玄宗说明，要想说服吴道子，还需要一件特殊的物品。一日天气晴朗，吴道子与他的弟子们正在热闹的酒楼中畅饮，忽然玄宗带着满面笑容走了过来。吴道子大致猜到了他的来意，便说，您是来请我作画的吗？很抱歉，近来我实在是太忙了。但是当他看到对方拿出的昆仑商时，神情却不由一变。作为一名深谙酒道的专家，吴道子怎会不知这昆仑商的珍贵？这酒的水源来自黄河的源头，其珍贵程度无可估量，甚至在繁华的长安城也仅供应90坛，而其中大部分也大都进入了皇宫。念及到此，又加上与广孝有旧情，吴道子终于答应了下来。而广孝邀请吴道子做的那幅画，正是我们开头曾提及的那幅《地狱变相图》。唐朝吴道子的《地狱变相图》有多恐怖，竟然吓得屠夫怕犯下杀业，转了行。最诡异的是，高僧广孝禅师说，只有真的下过地狱的人才画得出这样的地狱。吴道子听了这话，竟然诡异的消失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话说吴道子在接下广孝禅师的邀请后并没有直接着手开始进行绘制，因为他始终找不到灵感，无法下笔。可寺庙即将举行盛大的开光典礼，焦急的广孝无奈之下，请来了另一位同样才华横溢的画师黄福枕。消息也传到了吴道子耳中，文人画家自命清高，有对手出现，难免想一较高下。于是吴道子亲自到寺庙观摩正在墙壁上作画的黄福枕。只见墙面上的人物栩栩如生，细致入微。黄福枕面色平静，正全身心地沉浸在创作之中。吴道子惊呆了，身为内行，他自然能够看出其中端倪。他发现黄福枕的绘画功底竟然不逊于他，甚至在某些方面有超越他之势。
吴道子本来就因为没有灵感正难受着呢，现在这一看他就更加心灰意冷了，于是只好先回了家。在家中，吴道子是左思右想，怎么也想不通黄福枕是如何掌握绘制地狱变相图的要领的，结果导致他茶不思饭不想。就这样连续过了数日，一天傍晚，吴道子得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黄福枕竟然在街头遭遇一群混混的袭击，不幸身亡。他的徒弟们纷纷表示，这似乎是上天在帮助师傅吴道子。然而，吴道子在沉默片刻后就遣散了所有的徒弟。夜幕降临后，他提起笔和墨，冲出宅院，疾步走向寺庙。此时风雨交加，电闪雷鸣，但他毫不在意。他独自在寺庙的墙上挥毫泼墨，神情狂乱，似乎与整个世界为敌。寺庙的僧侣们被他的举止吓到，没有人敢上前打扰。到了第二天清晨，僧侣们惊讶地发现，寺庙的外墙上出现了一幅全新的壁画，一幅描绘地狱痛苦和惨状的壁画。这幅壁画中的死者表情复杂而传神，生动地展示了地狱的种种苦难。看过壁画的人无不感到心悸，甚至冷汗直流。赵景公寺也因此成为了长安最热门的寺庙，吸引了众多达官贵人前来参拜。然而广孝却对此深感忧虑，他将老友吴道子请到房中，意味深长地说：很多人问我，你创作壁画的灵感是从何而来的？我想说，没有真正下过地狱的人是不可能画出这样的杰作的。吴道子听后深感羞愧和悔恨，便冲出房间，再也没有回来过。因为杀害黄福枕的凶手正是他雇佣的，这是传说中地狱变相图的由来。故事真假我们暂且不论，单说吴道子为何突然就有了绘制地狱变相图的灵感了呢？也许正是他后来深陷煎熬与悔恨之中，仿佛内心里就是在地狱里走了一遭，才画出了这种惊世骇俗之作吧。而在唐朝名画录中，虽然并没有记录上文所讲述的故事，但对吴道子所画的地狱变相图也留下了这么一句评价：京都屠窟余苦之辈，见之而惧罪改业者，往往有之。意思是许多屠户和渔民被画中的景象吓坏了，害怕犯下杀业，于是纷纷选择改行。那么一幅画究竟有何魔力，竟然能直接将民众们吓得改行？是该说吴道子的技法高超，还是那个时代地狱的概念已经深深地植入了民心，害怕下地狱？可能两者兼而有之。那么下地狱会受到什么惩罚呢？人们又会因为什么而下地狱？佛教所描绘的地狱到底有多恐怖？尤其是18尼尼经里的18层地狱最为世人熟知。这18层地狱细分上9层和下9层，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东地狱和西地狱。每一层地狱都有着专门的名称与特色，与其相关的罪孽一一对应。若一个人在人世间犯下多种罪行，他将会在地狱中经历多重的惩罚。那到底哪些人会下地狱呢？在佛教的宏大世界中，地狱并非永恒不变的深渊，它是众生业力汇聚而成的一个世界。众生所做的善恶业犹如一块块积木，构建出这个复杂的地狱图景。因此地狱并非无解，它有消灭有再生，那些在其中受苦的灵魂也并非永远无法超脱，只要他们愿意忏悔，愿意改变，或者得到佛菩萨或者亲友的慈悲回向，都有可能解脱地狱之苦，转生到其他世界。在此前提下，我们来细说18层地狱。第一层是极乐受生殿，听起来像个充满快乐的地方，但其实这里专门给那些表面孝顺，实际上却假仁假义的人带来痛苦。第二层是黑线之殿，这里收容的都是怯懦阿谀之人，他们会被强迫在锋利的黑线上行走，感受切肤之痛。第三层是受热殿，贪权贪财的人在这里如同置身烤炉，身心备受煎熬。再往下是河翻冤鬼殿，曾经犯下罪行的人们会被无情地淹没在这汹涌的河水中，他们的哀嚎和挣扎在深邃的水底回荡，惊恐而绝望，每一滴水都仿佛是对他们罪行的控诉，无情地侵蚀着他们的灵魂。第五层是阴间判官掌沟吊殿，在这个地方罪人会听到命运的宣判，那声音冰冷而无情，每一个字都像是锐利的刀片，狠狠地割在他们的心上。第六层是磨铁狱殿，受罚的人会在巨大的磨盘上，然后身体被一点点碾压。第七层是丰都城，关押大罪人，他们的罪恶在这里将会被烈火焚清。第八层是寒冰塔，利欲熏心之辈在这里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寒冷。第九层是刑罚殿，是那些遭受严厉刑罚的灵魂的归宿。
宿。第10层地狱是刀山城，受罚之人需要一步步攀爬高耸入云的刀山，正所谓走刀山。紧接着的第11层地狱名为双处室，专门处罚不合乎伦理的私通之人。第12层地狱是断肠崖，对背信弃义之徒施以重罚。第13层地狱是枉死城，关押刑期已满或被误判的人。第14层是无辜烈焰台，这里是那些无意识中犯下血腥罪行的灵魂的审判之地，他们在此需要承受烈焰焚身之痛。第15层是转轮为狱点，这里的痛苦就像转轮一般永不停歇，直到罪人赎清罪行。第16层地狱是血池肉林殿，在这里罪恶的灵魂将被淹没在血肉之海中，每一寸肌肤都承受着无法言喻的痛苦。第17层地狱是狱中绕舌殿，这里是那些花言巧语之徒的归宿，他们在人世时善于用华丽的言辞掩饰内心的罪恶，因此需要在此地遭受无尽的责难。绕舌之殿是他们最后的舞台，也是他们永远的悔恨之地。最后第18层地狱名为十恶不赦殿，是那些犯下滔天大罪无可救药的人的惩罚之地，这里将给予他们最终的审判，让他们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从1到18层地狱都是阴间之神为惩罚众生而设，每一个罪人都要经历无尽的磨难才能得到救赎。不过在佛教中，对18层地狱的描述固然令人胆寒，但它更像是强调因果报应和慈悲救度，而对这些地狱的描述呢，也并非是为了恐吓世人，而是为了警醒世人要心存慈悲与善念，勿造恶业。因为一旦坠入地狱，便意味着无尽的苦痛与折磨，直到赎清罪业，才有可能重获新生。无论是古人想象的地狱，还是现代文明中的监狱，都不是为了惩罚而惩罚，而是为了约束人的恶念。勿以恶小而为之，始终怀有一颗善心，世界才会变得更加美好。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欢迎评论区留言。